海神今日的每一步算计，其实都是为其后的算计铺路。就连换了一身粉色仙裙，手腕上系着2条仙带，此刻被安排在东木宫前方入座的龙吉公主，看着自己跟随了12年的海神，理清楚刚才发生了何事，心底都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：可怕。李长寿转身对着玉帝复命，言说已经查明身份，确实是西方教的6位高人。玉帝嘉奖他2句，又对6位老道端起酒杯敬了一下，就将此事一笔带过了。总算李长寿到了蟠桃宴后，坐回了自己的位置，两侧各是东木公与赵公明，心底却是丝毫不敢放松。西方教真正要搞的事情还在后面，好戏也才是刚要开锣罢了。李长寿刚坐下，一旁的赵公明就在矮桌下伸手握住了李长寿的胳膊。因为当着老君的面，普通传声难保不会被老君听到，这般直接接触传声倒是最为稳妥的。长寿，啥时候正式被收啊？李长寿摇头一笑，传声道：我本就是人教弟子。赵公明顿时若有所思，而李长寿已经是对侧旁的赵公明传声道了句：木公，该起身带天庭仙神对陛下、娘娘、老君分别敬酒了。东木公如梦初醒，立刻起身开始搞气氛。少顷，乐声再起，36位月上嫦娥齐齐现舞。除去那位鼎鼎大名的恒娥未曾现身，这已经是天庭歌舞的最高规格了。嫦娥乃是指太阴星上修行的女仙，专攻5月之事。恒娥是上古神话之中白日飞升的那一位，神话有些偏颇，实际故事更为曲折。被封为太阴星君，管理众嫦娥，居于广寒宫，平日里极少露面。老君哪怕不喜欢看这些，天庭的礼数还是要做到位的。不多时，各处仙神再次推杯换盏，蟠桃还有2个时辰才能熟，气氛逐渐的热烈起来，似乎已是无事要发生了。蟠桃宴正式开始前半个时辰，东海龙王对李长寿投来目光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放下酒樽，自盘座站起身来。刹那间，一道道视线汇聚而来，那些身姿曼妙、面容美艳的嫦娥们也是下意识地停了动作，倒是乐声未停，越发悠扬。李长寿对陛下做了一个道揖：臣有一份奏表想呈于陛下。玉帝含笑道：今日蟠桃盛宴，还请明日再奏吗？陛下，今日正是这蟠桃盛宴，小神才想将这份奏表奉上，为天庭贺喜，为陛下贺喜。喜从何来？旁边的赵公明不由抚须轻笑，这君臣一唱一和，当真是有趣。李长寿走出矮桌，对着玉帝做了一个道揖，又对四海龙族做了一个道揖，随后长身而起，须发微微飘扬。小神得陛下信赖，唯以四海海神之重责。然四海本已是在四海龙族掌控之下，龙族、海族、海中生灵乃至妖族，无不服于这4位龙王。小神上任之后，四海龙王倾力相助，帮小神治理四海，这才有四海之安。但小神实为汗颜。今日小神斗胆请命，将小神之神位化为4方海神神位，由天庭册封四海龙王为四海之海神，小神愿退居其后。李长寿此言一出，不少龙族子弟、天庭仙神纷纷大惊，玉帝却是皱眉：长庚何出此言？长庚之功绩，天庭何人不知，何人不晓？焉有无过而退位之道理？东木公在旁边站起身来，快步走到李长寿的身旁，也是深深做了一个道揖：陛下，臣奏请。海神执掌四海，劳苦功高，为陛下出谋划策，居功甚伟，有清查南州水路，功在千秋。
陛下何不将海神立于心位，再以海神奏请，将海神神权一分为4？玉帝不由大喜，穆公所请，深得吾心。拟旨，今封长庚爱卿为天庭水神，位列3阶，总领3界水事。玉帝话音刚落，一道金光自凌霄殿而来，迅速没入了李长寿的体内。李长寿左手一翻，一杆金光闪耀的钢叉出现在手中，双手捧起，这钢叉化作道道流光，归于天界。东穆公笑道：陛下，只一20年后便可正式凝成。只不过这四海海神之位，4位龙王不知是何意。吾有一言。东海龙王站起身来，漫步走到了李长寿的身旁，也是对玉帝做了一个道揖。这老龙王竟然慷慨激昂了一把：启奏玉帝陛下，吾龙族背负远古业障，填埋四海海眼，掌管四海之地久矣。上古时那妖庭势大，强逼吾龙族做妖庭之客卿，吾龙族上下心何恨。但自海神于南海之滨立位，领陛下之旨意，对吾族百般照顾。吾族征讨叛逆，天庭相协，吾族苦苦挣扎，天庭相助。海神更是为吾族之兴旺劳心劳力，从不言半句回报。吾族看在眼中，心何感激呀！今日吾敖广，龙族之族长，愿率四海龙族归顺天庭，以天庭天规约束自身，扬天庭之威，奉天地之命。西海、北海、南海3位龙王此时已经是齐齐走到了敖广的身后，各自做道揖，高声道：吾龙族愿归顺天庭，以天庭天规约束自身，扬天庭天威，奉天地之命。好！玉帝站起身来，浑身金光闪耀，天地威严空前浓烈。今得龙族相助，吾天庭何愁不兴？今得龙王之言，吾天庭之威何愁不立？龙宫坐席上，敖乙最先站起身来，众龙族大半起身，走向四海龙王身后，要对玉帝行礼。但是那6名西方教的老道此刻却是气定神闲，毫无异色。正此时，突然传来了一声长叹，一名西海龙宫的长老也站起身来，皱眉道：4位陛下，此事莫非不用与镇守海眼的各位太上长老相商？这般轻易决断，是否有失妥当？这天庭也不过如此罢了。霎时间，众龙纷纷皱眉，天庭不少仙神起身，对那长老怒目而视，敖乙更是双眼瞪圆，恨不得上去撕了这位西海来龙。玉帝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收敛，目中神光逼人。陛下，李长寿却是不紧不慢地再次站了出来，此事可否让小神全权处置？玉帝点点头，坐回宝座中。长庚，交给你了。谢陛下信任。当下，李长寿转过身来，面前的四海龙王、众龙族高手纷纷侧身，让李长寿与那位龙首老者正面相对。不少天庭仙神心底不由得泛起这般念想：哎呀，接下来怕是又有一场好戏看了。赵公明不由得笑眯了眼。那6位西方教的老道再次开始疯狂交换眼神，敖乙和龙吉都是双目闪光。龙吉更是保持着优秀的习惯，拿出玉符，准备将海神的言语尽数记下。再看李长寿，端着拂尘向前走出2步，直视着那名老龙，问道：道友，可是西海龙宫所属？那龙首老者气定神闲，还背负起双手，笑道：不错，不知海神有何指教？李长寿笑了笑，
但随即笑容收敛，面容冷漠，双目之中光芒闪动，突地大喝一声：“天将何在？将此龙拿下，推去天罚殿斩其龙首，灭其神魂！”蟠桃宴上霎时间如落针可闻，沉寂持续了几个呼吸，数百名天将轰然应诺。说好的侃侃而谈蟠桃之变呢？怎么突然就拉下去砍了？李长寿发难快，龙族一方的反应更快。刚刚说话的龙首老者还震惊于李长寿的不讲情面，没能回过神来。李长寿身旁的西海龙王已经是豁然转身。老龙王面露怒色，宽袍飘舞之间，身形低跃而起，直接扑向那名龙族长老。该长老面色大变，他感觉到了自家龙王爷此时暗藏的凛冽杀意，立刻朝着那西方教六老道冲去，要请西方教高人为他们龙族主持公道。这也是此前他们设计好的一环。然这位龙族长老刚有动作，西海龙王的身形在半空中突然加速，甩下了数道残影，几乎是一闪而至。血脉的震慑，强者的威压，让那长老面对西海龙王时几乎无法动弹，全无还手之力。龙王拍出一掌，直接摁在这长老的脖颈处，推着此龙冲天而起。该龙族长老低吼一声，浑身爆发出一股股血脉之力，生死边缘自是不甘，引颈受戮，开始疯狂挣扎。但西海龙王的大手如同钢箍，目光似择龙而视，似是要直接扭断这长老的脖颈。该长老身周光芒涌动，此刻再无保留，转眼化作了一条数百丈长的褐色苍龙。但是这苍龙还未能伸展身躯，一颗巨大的龙首已经在他面前显化。单单是这漆黑的龙首，竟然比褐色苍龙盘踞起来的身躯还要庞大数倍。再看黑龙龙首之后，万丈长的漆黑龙身隐于天庭缥缈云气之间，一只龙爪从天而落。那长老化作的褐色苍龙急忙大喊：“王！”喊声未绝，这褐色龙躯已经被黑龙之爪摁住，如同拍苍蝇一般，直直地拍在云海之上，惊起了一股股风浪。黑龙整个身躯自云雾之中落下，站在瑶池之外。云海之中，修长的龙躯诠释着洪荒远古霸主雄姿，又俯下龙首，对着那褐色小龙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淫笑。云海翻涌，天庭震颤。蟠桃宴上，东海、南海、北海三家，自龙王到龙子长老，只是低头站在那儿，并未扭头多看。这是西海龙宫之事，西海龙王自可以一力镇压，无需他们多管。稍请西海龙王恢复人身，提着那已经浑身是血、重伤昏迷的龙首老者驾云回返，归于蟠桃宴。西海龙王将这龙首老者放到了李长寿的面前，做了一个道揖，沉声道：“请水神处置，多有失礼，望天庭勿怪。”李长寿淡定的点点头，甩了一下拂尘。他其实有很多漂亮话可以说，称赞西海龙王高义，列数这位龙族老者不尊龙王、不尊天庭之罪过。但是李长寿此刻并未说这些，只是道：“拖去天罚殿。”立刻有4位金仙境天将向前，将那位龙首老者用锁链困住，拉去天罚殿中。李长寿的嗓音又在其后飘来：“将此龙以神雷毁其神魂，将其所留灰烬撒入天河。此龙族之耻，莫要让他在天庭留下半点痕迹。”那几名天将齐声应诺。飞出蟠桃宴后，又有10数名天将从后跟随。虽此时天庭众天将的实力并不算太强，可能还不如某些文官能打，但只要去了天罚殿，便是以天庭之力实行天道毁灭，大罗金仙也会顷刻间灰飞烟灭。李长寿面带微笑，走向了还站在座位处的那10数条西海龙宫来龙。他调侃一句：“
各位，还不去跟随自家龙王爷？莫非也有什么话要对天庭倾诉？并未。西海龙宫太子敖氏最先低头，其他西海来龙也不敢与李长寿对视，匆匆赶往西海龙王背后。李长寿瞧见那西海龙王的背影，竟是那般苍凉萧瑟，心底一叹：哎，这也怪不得旁人，没有西海龙王最初的放纵试探，哪来现如今西海龙宫成二五仔大本营的状况？到后来发现覆水难收，西海龙宫被西方教暗中控制，但是龙族总体倒向天庭太过迅速，西海困局已经无法可解，今日只能壮士断腕，也免毁掉龙族之祖运。刚才那位龙族长老站出来，并非是失了智，反而还是等待了许久的发难。那个长老也是被影响了心神，做出的考虑自然都是站在西方的角度上。此龙族长老与西方六道人本以为他们会跟前海神有一场激辩，在西方教的判断中，这是前海神李长庚最擅长也最喜欢的处理问题方式。然而他们并不清楚，李长寿也是人教杨辉小先锋，灵报之道先行者，每次该出手时，李长寿从不含糊，这就导致西方一行准备了许多的后手，准备了诸多说辞，甚至还准备以西海海眼之事作为威胁，明里暗里逼龙族放弃上天。可是他们还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思路跟不上节奏，完全开不了口。